女儿在这样仅惯于适鱼，也就是泡在富贵糖水里的环境中长大，缺乏理宗之事的熏陶，其婚嫁便不再是顺应自然与礼法的人伦之始，而变成了一件待价而沽、反复权衡的商品。其结果必然是标眉霁月、驾幸无期，蹉跎了年华。第二，在婚姻的过程中，妻子的品性与持家之道决定了家庭的和与衰。文章进一步论述，若女性带着骄纵与功利的习气进入了婚姻，其对家庭的破坏力是巨大的。钱振伦用了非常严厉的比喻，称其如饿虎出林，围攻博士。具体表现为在家庭内部挑起争端的构碎起于听为，因嫉妒而破坏和谐的嫉妒加于婢妾，最终导致夫妻恩义衰败的鸠木之义衰。与此同时，婚前罗裳起狐、玩日开食所养成的奢侈习性，婚后可能演变为坐吃山空的坐好奇盖藏，甚至像鼠可穿拥的偷汉子，为家族埋下争讼的隐患。这种影响已远不止于夫妻不睦，更是动摇了家族存续的根基。第三是作为理想的映照，贫家女的美德反衬出幸福的关键所在。为了强化论点，钱振伦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。那些瓮有绳书、嫁妆仅为蛛丝木迹的贫寒女子，却能婉露从夫，安贫乐道。她们谨守礼法，妥善侍奉公婆，无迁于舅姑。他们的婚姻简朴而庄重，谦扬成礼，最终能够当门悬壶，一其孙子，实现家族的繁衍与兴旺。在这里，勤俭、顺服、知礼、坚韧这些传统美德被呈现为维系婚姻家庭幸福的真正基石。最终，钱振伦的论述超越了简单的贫富批判，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，那就是一个家庭给予女儿最宝贵的嫁妆，并非是财富，而是塑造其性格与价值观的家风。富家之祸，祸在奢与骄；贫家之福，福在俭与礼。他将家庭乃至家族的兴衰紧密地系于女性的品德教养之上。当然，这篇文章的结论带有其时代与节纪的深刻局限，他把社会与婚姻制度的复杂性高度简化为女人的道德责任，视角不免单一。然而，他对我们今日的启示或许在于，当我们讨论婚姻与家庭时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对物质条件的过度执着，以及对心性教养的长期忽视，都可能导向与幸福初衷相悖的结局。但是在古代，不管男人如何看待女人的影响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，都会有且必有一个选项，那就是无论结婚多么晚，这个婚是必须要结的，绝不存在不婚。况且在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伦理下，不婚不育简直是天地不容的。当晚婚的男人只是普通人时，人们只不过会做各种八卦猜想，但像经房和邵雍这样的男人，都是医学的一派宗师，他们的艺术都十分高超，这就不免让人猜测，是不是他们自己能算出该结婚的年龄，或者是能算出自己真正的缘分是谁呢？在今天，人们也有进庙求签、问卦、占姻缘的，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又美好的姻缘呢？是真正的但却不美好的姻缘有吗？显然是有。我想借着经房婚姻的这个话题，说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术数预测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，我称之为命运的诱惑，或者是命运的陷阱，也就是那些预测你会有好，但在好的背后却是你无法承受的坏，而恰恰是这种坏就是我说的陷阱。咱们普通人面对这种陷阱时，高级的应对智慧可能是什么呢？这是我接下来的视频里想深入探讨的。